全世界法律工作者的专业媒体法律简报，由6度简报团队制作。特朗普被禁止使用证据攻击证人。多伦多星报，法官在曼哈顿刑事案件中命令唐纳德·特朗普通过视频出席5月23日的听证会，因为他被禁止在该案中使用证据攻击证人。关于限制的听证会将在电视荧幕上看到这位前总统，而他的律师和检察官则在法庭上。法官将警告特朗普，如果他违反规则，他可能会受到藐视指控。该案将于明年开庭审理，特朗普的律师正在寻求将其移交给联邦法院。乔治·桑托斯声称被捕与支援郭文贵有关。英国独立报，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 （George Santos） 声称，他因联邦指控被捕与他支援流亡的中国亿万富翁迈尔斯·郭 （Miles Gore） 有关。在一条推文中，桑托斯先生要求支援者为他的事业捐款，并将这些指控称为政治迫害。在提审时，他重申了他打算与指控作斗争，而不是辞职的意图。郭文贵是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的盟友，于3月因欺诈和洗钱罪被捕。桑托斯在被捕前最近出现在与郭有关的流媒体上。班农的共和党支援者是桑托斯的直言不讳的支援者。检察官指控前海军陆战队员在纽约地铁上扼杀乔丹·尼利。加拿大 CBC， 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纽约市地铁列车上对一名不守规矩的乘客使用扼杀装置后，将面临2级过失杀人的指控。据曼哈顿检察官称，24岁的丹尼尔·佩尼可能面临15年监禁。此举是在 Penny 制服地铁乘客 Jordan Neely 近2周后进行的，后者被钉在地板上并窒息了几分钟。在挣扎之前 ，Neely 一直在大喊大叫并向乘客要钱。近年来，他面临住法律和心理健康问题。随着大流行边境限制的解除，美国移民涌入创纪录。华盛顿邮报，未经授权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创下新高，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时代大流行边境限制的结束。允许返回的移民因 COVID 而被遣返的第42类于周4失效，这意味着任何越过边境的人都可以在检查其身份时被拘留。德克萨斯州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有数万人等待过境。据信，限制结束的临近促使许多人提前来到边境，加剧了现有的容量问题。为了应对拥挤，美国当局已经释放了通过初步安全检查而不需要法庭听证会的人。这些措施被视为临时解决办法，但不清楚是否以及何时会实施更适当的政策。特朗普在E. Jean Carroll 提起的诉讼中提出上诉。路透社，在曼哈顿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发现他对性虐待和诽谤作家 E. Jean Carroll 负责，并判给他500万美元的赔偿金后，唐纳德·特朗普提出了上诉。卡罗尔在2019年起诉川普，指控他在1990年代中期在伯格多夫古德曼更衣室强奸了他，然后通过否认此事来诽谤他。经过为期2周的审判，陪审团在经过不到3个小时的审议后，发现特朗普在民事案件中对虐待和诽谤负有责任，但不包括强奸。特朗普周3在电视转播的市政厅对卡罗尔发表了极具贬低性评论。绝望和困惑，移民被困在美国大门，因为标题42结束。路透社，被困在美墨边境附近肮脏条件下的移民恳求拜登总统为他们提供援助。为了寻求合法移民，在第42条到期后，数百名移民在蒂华纳和圣地亚哥之间的边境附近露营。COVID 时代的条款阻止了大多数庇护申请。援助人员一直在边境墙之间的地区分发食物和水，志愿者一直在为电池充电，以便他们能够与家人保持联系。移民中普遍存在混乱，因为自第42条到期以来，寻求身份的过程发生了变化。五角大楼在俄罗斯战争罪案中隐瞒证据，参议员。半岛电视台，美国国防官员因未能配合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的调查而受到批评。在周4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民主党人迪克·德宾表示，美国国防部拒绝配合调查。然而，德宾确实表示，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正在配合调查。德宾质疑国防部为什么不愿意与调查人员分享证据，并呼吁美军配合调查。司法部试图搁置特朗普的证词，以防联邦调查局特工因简讯而被解雇。英国独立报，美国司法部要求法官推迟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彼得·斯特佐克因被解雇而提起的诉讼中的证词。斯特佐克的律师原定于5月24日作证，但政府要求在特朗普之前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作证。
斯特佐克因批评特朗普的简讯而被解雇，他正试图质疑这位前总统是否向官员施压解雇他。司法部表示，对雷的采访可能会使特朗普的质疑变得没有必要。据说特朗普和联邦调查局都支援司法部的要求。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布伊姆兰汗逮捕非法。金融时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已下令释放前总理和反对派领导人伊姆兰汗。汗于6月13日被一个反腐败机构逮捕，罪名是涉嫌在购买土地期间腐败。他的被捕引发了广泛而暴力的抗议活动，导致至少5人死亡，数百名抗议者被捕。法院命令汗在今天出庭之前留在远景招待所受到保护。政治不稳定是在巴基斯坦经济危机之后发生的，潜在的国家债务违约和即将举行的选举加剧了这场危机。法官拒绝了在爱泼斯坦诉讼中取消摩根大通律师事务所资格的提议。加拿大环球邮报，一名法官拒绝了取消 Wilmer Hill 在女性对 Jeffrey Epstein 涉嫌性贩运以及该银行涉嫌协助此类贩运提起的诉讼中为摩根大通辩护的请求。该请求是由布拉德·爱德华兹 （Brad Edwards） 提出的，他在针对摩根大通的集体诉讼中代表爱泼斯坦原告。Wilmer Hill 此前曾代表反性贩运组织 APEC， 该组织支援爱泼斯坦的一名指控者最终失败的竞标，以使2007年将爱泼斯坦从联邦起诉中剔除的协议无效。爱泼斯坦从1998年到2013年是摩根大通的客户。最高法院推翻了对科莫助手的公共腐败定罪。华盛顿邮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对前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 （Andrew Cuomo） 助手的定罪。该决定再次表明法官对联邦检察官在涉及公职人员的腐败案件中采用的方法持怀疑态度。该裁决是为了发现约瑟夫·佩尔科科 （Joseph Percoco） 是否可以被判剥夺公众的诚实服务，因为他在科莫连任竞选期间接受了一家建筑公司的$35,000的付款，而不是在为州长服务期间。法院还推翻了企业高管路易士·西米内利 （Louis Simonelli） 和其他参与科莫布法罗10亿振兴计划的人的定罪。跟踪最高法院在重大案件中的判决。华盛顿邮报，美国最高法院将于今年春天对重大案件作出裁决，包括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学生贷款债务豁免以及社交媒体公司对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的责任。由于预计每周宣布裁决，法院可能会在6月底或7月初完成工作。其中一个关键案例是总统是否可以大规模免除学生贷款，这将在拜登诉中得到审查。内布拉斯加州和教育部诉布朗案，法官的裁决将在每次裁决后更新，以反映最新的发展。其他重要案件包括禁止大学种族意识招生的合法性、针对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NCAA 的反垄断案件，以及谷歌和甲骨文之间关于软体代码的纠纷。法院正在审查的案件预计将就重大法律问题提供实质性指导，包括消费者保护、言论自由和平等机会。BlockFi 获得法院许可，向钱包客户返还$2.97亿。路透社，美国破产法官允许破产的加密贷款机构 BlockFi 向拥有非计息账户的客户返还$2.97亿，但不向试图在最后一刻将资金转移到这些账户的客户返还。法官裁定，客户拥有 BlockFi 钱包程式中的存款，但拥有计息账户的客户不拥有他们的存款。这家加密贷方在申请破产前不久于11月10日冻结了账户，在关闭期间，48000名客户试图将$3.75亿从计息账户转入钱包账户。该公司于11月申请第11章破产。男子被诬告强奸6岁妓女逍遥法外。英国独立报，派翠克·布朗 （Patrick Brown） 在因为犯下的罪行被监禁近30年后终于获释。布朗先生是误判的受害者，因强奸妓女而入狱。布朗先生的妓女坚称布朗先生是无辜的，尽管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法院写了100多封信，声明布朗先生是无辜的，但他仍然被监禁了28年以上。布朗先生是在杰森·威廉姆斯担任奥尔良教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后才获释的。该办公室创建了一个民权部门，承诺调查刑事司法系统造成的伤害。桑托斯在被捕后对就业欺诈法案进行投票。英国独立报，纽约国会议员乔治·桑托斯 （George Santos） 回到国会大厦，就一项涉及失业欺诈的法案进行投票。就在他因13项失业欺诈罪被捕的第2天，桑托斯不认罪，面临记者的询问，即他在因涉嫌违反该法规而受到刑事起诉时，对此类法案进行投票是否合适。桑托斯是该立法的共同提案国，该立法旨在延长欺诈调查的诉讼时效，并为各州发现欺诈提供激励措施。
墨西哥在3月又逮捕了2人，绑架和杀害美国人。多伦多星报，2名男子因是海湾贩毒集团成员而被捕。据称，该卡特尔是3月份绑架美国国民和在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枪杀其中2人的幕后黑手。新的逮捕是在10月10日在塔毛利帕斯州北部的一次突袭中被捕的。媒体报道称，2人已经接管了海湾卡特尔的蝎子和旋风帮派的领导角色。在3月3日绑架事件发生后，该团伙将5人移交给警方，而蝎子派系签署的一封信声称对此负责。为什么拜登对利用第14修正案解决债务限额危机持谨慎态度？美联社，由于如果没有国会采取行动，美国可能无法在6月1日借到支付账单和债券持有人所需的资金。拜登政府一直在研究，如果国会无法达成协定，是否有可能继续借款。正在探索的一种选择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是否有一项权利，使总统能够通过超越立法者的行动来避免违约的可能性。最高法院此前曾使用该修正案来解决有关公民身份和法律平等保护的问题，包括布朗诉布朗案中的种族融合问题。教育委员会和同性婚姻承认在 Obergefell 诉 Hodges 案中。它还包括以下条款：法律授权的美国公共债务的有效性，包括为支付养老金和镇压叛乱或叛乱服务的赏金而产生的债务，不应受到质疑。性剥削系统，据称魁北克商人的受害者起诉800万美元。加拿大 CBC 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富昌电子公司 Future Electronics 的创始人因涉嫌对未成年人和年轻人进行性剥削而被起诉800万美元。罗伯特·米勒 Robert Miller 的受害者指控他和富昌电子的2位副总裁山姆·约瑟夫·艾布拉姆斯 Sam Joseph Abrams 和赫尔穆特·里普曼 Helmut Liebman 在20年内向他和其他年轻女性支付性服务费用，从他未达到法定同意年龄开始。这些指控出现在加拿大广播组织 CBC 和加拿大广播电台的报道中，这些报道也与其他据称的受害者进行了交谈，并促使蒙特利尔警方开始调查。米勒否认了所有的说法，胡说八道的指导禁止称罪犯为罪犯或前罪犯。英国每日电讯，监狱官员被告知不要称罪犯为罪犯，因为这个词可能会冒犯某些人。公务员还指示狱警不要对前囚犯使用前囚犯一词，而是称他们为有生活经验的人或离狱者。监狱服务发言人表示，罪犯一词不准确，因为很大一部分囚犯在审判前还押，因此没有被定罪。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的84800名囚犯中约有17%还押。去年，监狱服务部门发布了关于如何描述囚犯的最新指南。他是在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巴克兰爵士 Sir Robert Buckland 对监狱服务部门将囚犯称为居民和服务消费者表示沮丧之后发布的。他被前监狱长批评为时髦和超自由理论的证据，这些理论未能迫使罪犯对他们的罪行负责。我们需要说明，多伦多负担过重的新保释法庭让人们陷入监狱。多伦多星报，安大略省法院在多伦多的业务被推迟，自该省于3月开始合并刑事法院以来，正面临人员短缺。在新的多伦多地区保释中心，该中心在北约克和斯卡伯勒经营住2个前法院，周二看到了和平法官安沃克关于法院不可持续压力的请求。在持续超过12小时的审判中，一名筋疲力尽的检察官工作到深夜。一些律师的另一个担忧是，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压力下，每天要审理如此多的案件，审判期间可能会犯法律错误。此举还导致人们指责人们被拘留1夜，即使王室准备同意释放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他们的案件。据联合专业人士协会副主席达纳·费舍尔 Dana Fisher 称，负责协助受审者的当值律师法律援助资助的律师经常难以跟上。费舍尔认为，缺乏工作人员、法庭短缺和对工作人员施加的压力导致一些案件的错误决定。持续施压的后果是可怕的，长达12小时的长时间增加了在案件继续堆积的情况下出错的机会。尽管福特政府在远景身上投资了1亿美元来逮捕保释人员，但人员配备和法庭的短缺凸显了对法院投资的明显需求，但没有得到满足。多伦多法院的法律混乱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自由和正义继续得到公正和法律的平衡。检察官说，法国的萨科齐应该因涉嫌利比亚竞选资金而接受审判。加拿大环球邮报，据该国财政检察官称，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是因腐败和非法资助竞选活动而应面临审判的13人之一。
此前有指控称，利比亚前领导人穆阿迈尔·格达费 （Muammar Gaddafi） 为萨科齐2007年的总统竞选活动贡献了数百万欧元的现金。萨科齐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正在等待对另一起贿赂和影响力都受案件的判决。他对2012年竞选连任期间因非法竞选资金而被判处1年徒刑提出上诉。美国法官阻止调查的诉讼导致法院进入未知水域。路透社。美国联邦巡回法院法官波林·纽曼 （Pauline Newman） 周三晚间起诉上诉法院首席法官金伯利·摩尔 （Kimberly Moore） 和另外2名同事，声称他们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95岁的纽曼正在接受调查。此前3名法官委员会确定他可能患有干扰他作为法官职责的残疾。他的诉讼旨在停止调查或将调查转移到其他法院。法律专家表示，纽曼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在调查期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让外部法院进行干预将是一个挑战。特拉华州法官发现，尽管特朗普赦免，但前 Intermune 首席执行官欠数百万法律费用。路透社。美国法院的判决可能要求 Intermune 前首席执行官斯科特·哈科宁 （Scott Harkonnen） 在因电汇欺诈被定罪后，向罗氏控股公司和 Intermune 偿还数百万美元的国防竞选资金。虽然 Harkonnen 认为他有权收回费用，但2家公司辩称，由于定罪，他起诉辩护费用的尝试被否定了。哈科宁在唐纳德·特朗普任期的最后几天获得了总统赦免，但这并没有改变案件的判决。法官释放因巴西利亚骚乱被捕的前司法部长。路透社。巴西利亚前安全局局长安德森·托雷斯 （Anderson Torres） 因涉嫌参与未遂政变而被拘留，现已获释。当局在托雷斯据称逃往美国度假后返回该国时逮捕了他。托雷斯在监狱服刑近4个月后，被命令佩戴电子脚链，不能携带武器或离开该国。托雷斯被指控参与推翻总统路易士·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选举中战胜博尔索纳罗的计划，并在入狱期间遭受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已经多次教育公众，为什么我们不能为毒品做这件事？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的毒品战争已经失败，与其在执法上投入数百万美元，教育和康复应该是新的选择方法。专栏作家安德鲁·鲁尔 （Andrew Rule） 在澳大利亚先驱太阳报 （Australian Herald Sun） 上写道。此前有报道称，澳大利亚的非法毒品销售将从2015至16年的89亿澳元增加到103亿澳元，而烟草市场现在正在萎缩，约为130亿澳元。作者指出，驱逐某些东西并不会让它消失，因为尽管存在风险，但非法物质仍在增长。Rule 建议对教育进行投资，这在1980年代艾滋病危机期间与性健康资讯有关，而抑制社区对非法药物胃口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社会变革。谢谢大家收看法律简报。